最近王志安跟前妻的这个矛盾呢，引起了沸沸扬扬的讨论，尤其是在海外的这个中文社交媒体上讨论非常多哈。因为我的工作当中，因为要跟不少的抑郁症的朋友打交道，而且的话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呢，因为情感问题来找我咨询哈。所以今天我想从离婚后怎么处理好边界的这个角度来聊一聊王志安跟他的前妻矛盾的这件事情。我看了王志安的前妻人称师太的这个视频啊，他在视频当中提到了3点，所以促使我一定要从边界这个角度呢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第一个是他说，当然了，实话实说，我搬进去住确实有要恶心他的意思。王志安拿着我家的钥匙来我家，直接开门就进来，我也拿着他家的钥匙，之前也是开门就进。这是第2点。第3点，他也提到说，新年前还说我们一家3口去北海道滑雪。所以这几句话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从内心里面来讲，女方没有真正的感受到他们已经分开了，还存在着一些念想，或者说双方之间的离婚之后这种边界感不清，为这一次情绪大爆发埋下了伏笔。特别是当知道男方的新女友很快就要生孩子的时候，其实引发了更为复杂的情绪，可能有悲伤啊、愤怒啊、妒忌啊、失望啊，各种情绪其实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我小的时候因为在农村里生活，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对男方和女方已经离婚2年了。当男方开始再结婚的时候，女方让他们的孩子披麻戴孝过去参加他爸爸的婚礼，而且女方还包了一坨屎去婚礼上泼粪。当时你想一想这个场面是多么的糟糕当然我知道也有很多女方要结婚的时候，男方甚至产生了一些暴力行为的也不少。所以如果我们来讲这个边界的话呢，我们就要讲离婚后要把握好这个情感的边界。就是当你离婚之后，你要很明确你跟前任之间的关系界限已经拿出来了，而且你要避免过度的接触跟纠缠。因为离婚之后不是说你们就一定不能做朋友，但是通常来说你需要过一段时间之后，彼此才能够从原来的这种伴侣关系当中走出来，因为你们彼此对对方都没有念想了嘛，那这个时候你才可能成为朋友。否则的话，你会有很多的理所当然，你会觉得说那个人应该这样对我，那个人应该为我做这样的事情。那这样的理所当然的时候呢，你其实是很难从过去的这种状态里走出来。所以一定要避免频繁的联系，最好是要断联，不要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对方的一些动态，甚至有一段时间你要刻意的保持这种距离也减少这种偶遇的机会，或者少出现在同一个场合里面，因为你这样能够减少自己心理上的一个刺激感。那么第2点呢，是你离婚之后要清晰你们的物理界限因为我看王志安跟他的这个前妻师太还在一起工作，那么又因为他们共同有一个小孩的话呢，其实是互相经常有来往的。但是你有孩子反而边界要更加的清晰因为我看到从他们双方的描述来讲，王志安和师太有那么一点点离婚不离家的感觉。虽然他们可能彼此没有住在一块的，但是他们彼此有对方的钥匙，而且随时可以进来。所以从心理上来讲，好像这个人还是我的家人，因为我给了你随时来我家的这个权利。你想一想，家是一个很隐私的一个地方，你也不预约，你也不敲门，你随时都跑上来了，那挺吓人的，是不是？所以比如说如果我要跟我前任分开的话，那我会把家里的密码都更换一下所以你再看到这个王志安上一次被很多朋友批评的时候，这个师太还是站出来发视频，对吧？力挺王志安，为王志安说话。也许他现在很后悔这样做，但是在我看来，当时他有一种要维护那种共同体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离婚后你要把握好这种社交的边界。你看他们的社交边界就更不清楚了，离婚了，对方有男朋友或女朋友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一定要明确自己的立场，你不要卷入到对方的生活细节里面。我看王志安在这个边界上做得非常不好，他在一个回应里面特别提到说，有一段时间有3个月吧，他把前妻一家3口又喊回去住，而且是让他现在的女朋友搬走你也太扯了吧，对吧？如果我是他的新女友的话，我肯定会跟这种人分手，因为你这算什么呀？因为你都离婚3年半了，然后你把前妻一家搬回来住，你这不是产生新的矛盾吗？所以边界感把握不好的话呢，其实你身边所有的人都会跟着受气这个其实王志安做得非常不好。那么离婚之后呢，其实彼此都要去重新建立你的社交圈。离婚了，你要把注意力放在你自己的身上，你要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比如说你要去培养一个新的兴趣爱好
然后你去健身啊，你去学习新的技能啊，或者说你去试着结识一些新的朋友啊，你别让自己生活总是围绕着前任来展开，对吧？你看这个师太，他因为可能有比较严重的抑郁症啊，然后又去了日本，语言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对吧？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呢，也要去适应，所以有可能他走出去是非常难的。而王志安呢，这几年频道发展也比较好，从过去的3年里面，无业啊，突然又成了中文网络上大 V， 他很容易让前妻啊看他的前任的时候变得越看越好了。所以，如果师太要没有新的社交圈的话，那就更难从过去的这个离婚的这种关系里面走出来。所以，因为双方的边界不清楚，这2个人都日积月累了很多的愤怒，也包括妒忌。当然，也有人可能一方吧存在着一点点的念想。你看，一个人在那里喊说：“你都在我家里面住了9天了，你还不走？”另外一个人在直播里说：“上次旅游的时候还说我们一家3口去旅游的。”你可以看到这种双方有一个人已经走过去了，有一个人还停在原地，对吧？所以他们需要一次这种大爆发，因为才能够真正的意识到说他们分开了。虽然这次的爆发啊，因为王志安的身份变成了公共事件，然后对双方来讲都很难看，但是对他们来讲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垒起这个界限感啊，才会在内心里放下很多的理所当然，也放下他们还是一家3口的这种幻觉，回到说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们都有权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这种现实当中。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像尊重陌生人一样尊重彼此的私人生活，不会突然就拿着钥匙去到对方家里面，对吧？也更有利于维护孩子的安全感。否则的话，因为离婚的时候啊，很多人拿孩子说事儿，只不过是离婚当中的一件武器而已。当然，别人家的私事啊，因为有很多的信息差，我们都难免了解的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我相信，他们肯定都彼此相爱过，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在一起生活，有了孩子，然后人到中年之后啊，在事业最低潮的时候去日本打拼。所以，如果你把任何一方说的都一文不值的话呢，我认为也是不客观的。那么，海外的中文互联网的生态实际上是比较恶劣的，有一些人很偏执、很拧巴，也缺乏同理心，喜欢看别人出洋相，所以这种心理啊，其实是很阴暗的。在节目最后，我希望师太和王志安都能够从这件事情上放下。放下其实并不意味着说你必须要去祝福对方，而是说你不再让对方的生活影响你的情绪，你我都有权利往前走，寻找新的可能性，而不是停留在过去的这段关系里面，并因为这段关系一次一次的伤害彼此。